在湖南的高山之巔，無人機發現了3棟房屋，房屋的周圍開墾了菜地，門前還有一口池塘。當我們決定去拜訪這3棟房子主人的時候，一路的艱辛超乎人的想象。我們必須要穿越山間裡的一條亂石路，全程都是陡坡，稍不留神就會傷痕累累。道路崎嶇不平，山間裡的羊腸小道彎彎繞繞，我們一路沿山而上，耗時1個半小時才到達山頂。迎接我們的不是房屋主人的笑臉，而是一群汪汪隊。在這裡，我們就借助這群汪汪隊，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裡人旺、財旺、家庭旺。这裡有2、4、6、8、9，有9匹馬。走遍湖湘大地，領略風土人情。嗨，大家好，我是天福。新的一年，新的開始，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裡財源滾滾。大家現在看到我身後這幾棟泥土房，雖然看上去已經廢棄了，但是大家看一下這泥土房的周圍呀，周圍群山環抱，而且呢，這裡還有新布置的電線，甚至我們都還可以發現，這裡還有太陽能路燈。在這個房屋的門前呢，還栽種了幾棵桂花樹，而且呢，門前還有一條溪水流過。這是一個非常充滿詩情畫意的地方，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這幾棟泥土房的主人還是選擇搬離了這裡。那我們現在就先走進這幾棟泥土房裡，去簡單的參觀一下。Hello， 大家好，今天我們來到湖南的一個古村落。我們原本打算到我鏡頭前面的這座高山上去看一看，因為我們無人機發現在山頂上有幾棟泥土房，而且旁邊還開墾了菜地，那麼可能上面還有人居住。當我們走到這個位置的時候啊，我們發現這裡有幾棟泥土房，看上去已經廢棄了，沒有人居住。這裡的主人呢，就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搬離這裡，這也算是一個非常詩情畫意的地方了。但是我想一想，我鏡頭前面這些山吶，都是石頭山，那麼想要在這個山裡面生存，那麼肯定是有一定難度的，因為沒法種植莊稼，所以可能選擇搬離了這個位置。但是門前這裡啊，有一條水泥公路，通行來講呢，還算是比較方便了。可是他們還是擋不住他們搬離這個山裡面的決心。我們現在到這幾棟泥土房這裡來看一看。你像這些泥土房啊，他們修建的還是非常的用心哦。這些都是古老的石頭堆砌的地基。這個房子看上去應該沒有廢棄多久。都是一些典型的鄉中民居特色。它門口這裡新架設的電線桿，它這個電表啊都是後期更新換代過的。這種吊腳樓的設計風格，在湖南這些古村落呀，非常的常見。這個是以前的廚房，雖然是泥土房，它這裡還安放了一個這樣子的衛星鍋。哦，這個是衛星天線，用於接收電視信號。在山裡面，一般都沒有信號。我們手機有信號嗎？沒信號，在這裡沒有信號，那麼山裡人呢，他要打發時間啊，可能要看看電視啊，還是有必要的。你看它這棟房屋啊，還有蠻大，幾邊設置了這種吊腳樓的形式。房屋地基基本上是建立在半山腰上了，
我想這裡就是他們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了。但是隨着社会的发展呢，都離開了這裡。你看一下這個電表啊，都是這種新一代的電表。它這裡的房屋面積還非常的大，所以以前這戶人家有可能還是大戶人家，至少生活了有10來口人呢。它這個2個大門還是比較有特色啊。這邊也是有2層樓房，沿山而建的房屋，都是当地就地取材的泥土混合木条、石頭修建的牆體，非常牢固。像這種房子啊，真的是如果是不住人的話，幾年可能就被風雨洗刷的，就會坍塌了。它門口還放置了這種蜂箱啊，以前這裡可能還養過蜜蜂。像它這幾棟房屋啊，其實整體來講還行。如果是稍微的主人回來，稍微做一點修繕啊，把它做成民俗的形式，應該很不錯。像夏天呢，很多遊客來這個位置啊，溯溪遊玩。那麼它門前呢，這一片荒地啊，全部開墾出來，種一些蔬菜，在這裡做一些養殖，過上休閒自在的田園般的生活呀，那也是非常不錯的。而且這裡環境也特別好，而且有一條公路，出行也還是比較方便。這裡前前後後住了3、4戶人家。你看它這個泥土房裡面竟然還裝了一個電風扇，這是廢棄的獨輪車嗎？看樣子像是廢棄的獨輪車。這棟房屋呢，基本上是快坍塌了，住不了人。上面的瓦片全部掉落下来了。這個房屋至少都有50、60年了，看上去。整個周邊的山都是這種石頭山，也沒法種植什麼農作物，所以要想在這個山裡面生活呀，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哎。你看這邊，以前應該來講都是他們的農田、菜地，在這裡能聽到潺潺的流水聲，山泉水啊，從山頂上流淌下來。水泥路呢，基本上就修到這個位置了，上面呢就是碎石路。這裡看樣子很少有人行走啊，草都長得有人那麼高了，快有。車子到這個位置呢就沒法通行了。你看一下，全部都是這種碎石路啊，這走摩托車都比較困難，我們只能徒步上去。無人機發現的幾棟房屋，那上面我估計要下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你看，草都長到路中間來了。哎呀，这条路还是蠻陡的。是的，所以開車不現實嘛，哪怕是越野車上來都有困難。
整個山體全部是石頭山。你看，電線桿架設在這個山谷裡面啊，我真的是很佩服這些架設電線桿的人，艱難險阻啊，架設這些電線桿，而且很多電線桿是新架設的，重新翻新過的。哇，這裡啊是山泉水呀。我們走到這個位置啊，發現這個電線桿吶有點奇怪，它這個位置2根線架到那根電線桿上，然後再往回走，轉到這根電線桿上，但是這根電線桿下面呢有一根管子，可能是從這個地底下往山頂上延伸了，它就以另外一種方式把電線桿架到山頂上去，給山頂上的那幾戶人家供電。我們走到這個位置啊，發現這裡好像是當地人做了一個這樣的壩，也就是可以用於蓄水，因為這個山谷裡面的山泉水啊從上面流淌下來，那麼在這裡阻斷，把這個水呀攔在這個位置下面。有需要的時候啊，比如說要灌溉農田吶，那麼就把這個水再放下去。這是一個人工修築的堤壩。這條路真的就是不好走，全部都是亂石。這個坡度啊，看上去都有70、80度的陡坡了。你看这个黑色的管子显现出来了。哦，这个应该就是刚刚在那裡看到的一個電線，從埋在地底下，再延伸到這個山頂上來。山頂上架電線桿肯定更費力，所以他們採用最便捷的方式。哇，整個這條路都是沿着這個山體開挖出來的。我感覺我們走的這條路啊，完全是只能走路，連摩托車都很難走。是的，要麼就是馬呀，馬可以走這樣的路啊。你像上面幾棟房屋，它當時修建的時候，它的運輸，它的建築材料是如何運上去的？完全得靠人力啊，扛上去，要麼就是通過馬呀，把它馱上去。剛剛我們來的路上，不是在路上看到當地人養了馬匹嗎？可能以前幾十年前，他們要馱運一些比較重的物資啊，他們就利用這些馬來馱運上去。雜草叢生，你想想，我眼前這條路啊，幾乎被雜草給覆蓋了。只是現在是冬季，這些雜草了都枯萎了。這要是夏季過來啊，你像這些草啊，基本上把整條路都得掩蓋掉。今天氣溫還算比較高哦，室外溫度有10-20度了，在太陽下面。一路上我們都可以聽到潺潺的流水聲，說明這個山裡面啊，這山泉水啊，非常的充裕。嗯，這裡基本上是人煙稀少的地方了，很少有人來這裡。我來感受一下這個山泉水。
你小心一点，別又把鞋子給搞濕了。好冰涼的。山泉水肯定是冰涼刺骨的。這要是夏天呢，這裡的水位還要多一些。這個路啊，真的是走起來呀，特別費力啊。這條路看上去啊，真的是就像被雨水沖刷過一樣，真的是山谷探險呢。難道住在山頂上的那些人，每天上下山都要走這樣子的路嗎？也許上面還有另外一條路可以走，這哪裡是一條路吧？哎呀，這別說是老年人吶，這是年輕人走這樣的路都走得非常吃力啊。你看這根黑色的電線。哦，電線都是沿着這條路啊往上面布啊，那或許還真的只有這一條路上下山哦。這條路要是稍微不小心就會崴到腳嘞。我想這裡非常適合那種喜歡探險的人吶，過來遊玩。哎呀，小心一點哦！哇塞，你看，我們剛剛走的是這樣一條路，這裡看上去能像一條路嗎？哇，這要是下暴雨的話，這裡肯定是全部是洪水呀，沖刷的地方啊。石頭都被沖刷得乾乾淨淨了，沒法行走。其實我猜想啊，我們剛剛走的這條路，以前可能是上山上的人想要上下山的必經之路，因為我們的無人機發現啊，在山頂上有一條另外的新開挖的路，可以讓山頂上的那些人更加便捷的上下山。而我們剛剛走的這條路啊，很可能是幾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住在山頂上的人想要上下山的必經之路，只不過隨着另外一條路的新開挖，這條路沒有人打理，也沒有人行走，所以就廢棄在這裡了。我猜想，在山上的另外一條路啊，可能是當地政府為了在山頂上修建風力發電站，所以新開挖了一條路，更加方便可以上下山。這條路確實是走起來非常的費力。我們剛剛看到電線一直是從下面沿着這條路布上來的。我也來感受一下這個山泉水，冰涼刺骨。哎呀，這條路走起來呀，要特別小心。這條路再過這個幾年完全沒人走的話，那真的是要完全荒廢了。你看，這個電線是從地上埋的管子往山頂上延伸，所以這個工程量啊也是非常巨大的，時而看見，時而看不見的。全都是這種大塊的岩石。是啊，我估計以前沿途啊，
可能都有一些人住在这山上。以前在几十上百年前，甚至是古代呀，那种兵荒马乱的年代呀，人们为了避世，选擇隱居在這樣的山野裡面，過上與世無爭的生活。可虧是晴天，我們才能夠到這種山野裡面來探險的。這要是下雨天呢，根本就不敢到這裡面來。這山泉水真的好冰涼的。如果是夏天，要是來這裡玩水的話，那可真的是一塊寶地了。哎呀，我們走到這個位置，發現這個地上埋的電線呢，從這個位置呢就延伸到樹上去了，再從這裡做了轉接。我想應該我們離頂上的房屋應該不遠了。往上走了這個電線。哎呀，這個位置。哎呀，走到這個位置啊，比較空曠了。你看，這個電線啊，架上來了。前面的路就感覺有點荒蕪了。以前這個位置啊，應該也是一片菜地。這裡還用木頭搭成了一個便捷的小橋。是的。哎呀，這個木頭都有點腐蝕了。這個電線又往這裡穿過去的，這根樹木啊，拔地倒起了，完全是拔地而起，倒塌了。看樣子已經腐化的比較嚴重了，完全枯死了。這棵樹直接橫在路上了。這裡到處都是這種倒塌的樹木。是啊，因為整個這一邊基本上都沒什麼人走了，那麼這裡的樹木啊都沒有人去維護啊、打理呀，那麼像受到惡劣的自然環境的影響啊，就摧毀了嘛。哇塞，我想這種路啊，也就只有山羊啊、馬呀走得會比較順暢，自由穿行。像我們這種人行走這條路啊，真的非常的吃力。你像以前上下山的村民啊，走這條路啊，肩上還在扛一些重物啊，那更是艱難，舉步維艱吶。要不是無人機發現這山頂上有房子，誰能想到到這上面來還有人居住哦？哎，路都快被雜草給淹沒了。哇，你聽到了嗎？我聽到狗吠聲了。是的，好像在那個位置聽到狗叫的聲音了。那麼山頂上有狗叫，那麼就意味着肯定是有人居住了。那麼我們的判斷是沒有錯的，有耕種的菜地，按道理是會有人住在上面。这山上全部都是這種腐蝕的竹子，垮塌下來。走到這裡，視野就開闊了。
我看一下這條路，我們真的是從雜草堆裡走上來的。這裡有一條岔路，這條路都是雜草叢生。是的，剛剛我聽到狗吠聲是從山上傳來的。是的，這條路都沒什麼人走，更別說我們剛剛走的這條路了。那麼在這個位置呢，就比較空曠了。我們現在沿着這條比較寬的路往上走，現在在這個位置能聽到鏡頭前直線距離大概有100米的樣子，有狗在吼叫。但是我們要從這邊繞過去啊，我估計至少都得有200-300米才能繞到房屋的位置。那條狗已經嗅到了陌生人的气味了，但愿不会咬人。啊，你看，哎呦，這裡完全是山體滑坡，這個泥土啊滾落下來，像這些竹子都是连根拔起的，倒塌在路邊了。走3輪車都沒法走。你看這條路都塌陷了。是的啦，這條路啊都是雨水冲刷嚴重垮塌下去的。我們從山下走到這個位置啊，走了接近40多分鐘啊，快1個小時了，還沒怎麼歇息。哇，狗吠的聲音越來越近了。哎呀，我們站在這個位置啊，看整個山谷的環境啊，群山環抱，青山連綿，風景非常的好。我們真的是翻山越嶺啊，來到這個上面。哎呀，還有一條狗。走。这条狗看上去应该還好，看樣子應該是不會攻擊人。房屋的門前啊，晾曬了衣服。哦。這裡有一台廢棄的冰櫃。哇，整個這一邊啊，就是幾棟泥土房，然後這山頂上這個位置啊，還是比較的空曠哦。哇，它這個地方啊，主人在這裡人工挖的一個蓄水池。裡面還有水管在往裡面放水，難道這裡是做一個養魚的地方嗎？但是裡面沒有一條魚啊，不知道是做什麼用途的。這棟泥土房也是這種典型的鄉中民居特色。吊腳樓的形式，它這個房屋前面還做了一些粉刷。這裡是房屋關閉的，主人不在家，看樣子應該是有人居住啊。門口打理的還算是比較乾淨，沒有雜草。這裡還晾曬了衣服。
碰到主人不在家嗎？哦，它这個位置是用水泥啊修建的一個平房。哇，以前這個地方是廚房啊。你看這一堆是什麼？啊？你看這一堆是什麼？哎呦，是的，有很重的那個山羊屎的氣味。它前面搭了一個木房子，是養山羊的，那裡有山羊叫。哦，這裡啊，搭了一個木房子啊，看樣子像是養山羊的一個場所。沒有山羊叫呀。對，但是它那個門是鎖起來的。難道山羊今天到這個時候，主人還沒有把它放出去？我們看一下，從這條路過去，那裡好像還也是建了一個那種木房子吧？小棚子。對呀，是不是那裡也是可以養山羊的？這裡只有一條狗在這裡啊，那也就是主人不在啦。我看一下，這裡看上去應該也就是一位獨守老人在這裡居住。這裡主要就是這一棟房子，這旁邊的應該是他們以前的廚房。我看一下，你看它这個房子都是做的2層房屋，哎，是的，對吧？是的。這個是以前的那種石磨呀，廢棄在這裡面。這個地方就是雜物間，堆放柴火的地方。主人不在家，我們走吧。它這個位置啊，特別的空曠，整個視線啊，非常的開闊。房屋門前是對着這個山谷的方向啊，幾乎接近山頂的位置了。哦，这棟房屋看上去至少都有40-50年了。你看它上面的房頂啊，都是後期做過維護，用這種新的瓦片吶，重新翻新過。那麼像這種泥土房，如果經常漏水的話，那就比較容易坍塌。哦，今天非常不幸運吶，走上來沒碰到主人吶，只有這條狗一直在這裡吼叫啊。哦，那我們就下去了，竟然沒碰到主人。那這條狗一直在這裡叫，防止它突然咬人就麻煩了。這裡堆放了一些柴火，它在這裡還養了雞，養了狗，養了山羊。看樣子就是一位獨守老人在這裡生活。去這邊看一下。我們沿着這個電線的位置啊，往這邊走一下，看一下，這裡有挖的一條路，哇，這裡還有一棟泥土房哎。這裡也是，那裡有一條狗，用竹子搭的一個棚子。裡面應該是養了山羊吧，小狗仔。哦，養了小狗仔，這裡有好多小狗子。今天山羊還沒放出去。這裡開墾的菜地嘞，種了好多菜，看到嗎？是的。而且我們還可以發現有電線桿。哦，它這個位置啊，開了一塊池塘哎，這個池塘還有蠻大，蓄了很多山泉水在裡面，這個水都沒乾涸。
這裡開墾的一片菜地啊，種了很多的蔬菜啊。前面有一棟泥土房。我們看一下這裡的主人是不是在家。你看一下，这个主人還是很勤快呀，種了這麼多蔬菜。門是關起來的。有路通進去嗎？這個房屋也是非常的古老啊。有。好啊，有路可以進去是吧？有一條小路。我看一下。哎呦，這條路啊，這房子荒廢了。哎呀，它門口都是種了這種桂花樹啊，還架設的電線桿，有電線通進來。這個房子一看就荒廢了呀。是的。哎呀，完全沒有人住了。但是它這片門前的這片開墾的菜地啊，打理得很好啊。有可能是我們剛剛看到的另外一棟房子，那個主人種的。是哦，這個房屋就看樣子是廢棄了也蠻久了。門前雜草叢生，這裡至少廢棄了有10來年呢。但是這個房子竟然還沒有坍塌，你說以前吶，這種泥土房的結構啊，還真的不容小覷嘞。以前修築這種房屋的工匠藝人吶，真的很厲害。這種泥土房都能夠修建得這麼好，能修建2層。你說現在的水泥鋼筋結構房啊，都只有40多年。50年左右的使用年限，這個泥土房，它反而還能保留得這麼久。你只要有人住，一直住了，它就一直不會倒塌。對，這種泥土房確實是有人住，它就會充滿生機，非常的神奇。人去樓空啊，一片荒蕪。無人機看到的是這2棟房屋嗎？是的，就只有這幾棟房屋了。前面還有沒有房屋？前面沒房屋了。已經沒有房屋，但是這裡還有一條路通往山頂。你看到的就只有這2棟房屋是吧？哦，這裡這條路看上去還有蠻開闊嘞，難道一直通往山頂上？我們之前在無人機的視角看到的，可能是當地政府在上面計劃修風力發電站，開闢的一條路上去。這條狗看上去有點危險哦，它一直跟着我們，從那裡跟到這裡來了。很盡職。嗯。很盡職。哦。因為我們畢竟是陌生人吶，走到這裡來，所以今天啊，非常不碰巧啊，主人不在家，不然的話可以跟主人聊聊他生活在這裡面的一些狀況啊。這隻狗哈，這隻狗媽媽嘞。哦，還是一隻母狗是吧？是的。但是也很奇怪哦，難道這上面只住了那1戶人家嗎？只有1位老人嗎？是應該的。但是他這裡養了幾匹羊啊？這上面是養狗嗎？沒養羊嗎？這裡是養的狗，關起來了。這裡養了好幾隻狗啊！這裡不是養羊的地方。是的，這是養狗的。我們費了9牛2虎之力到這上面來，沒碰到主人吶。這裡一條小路啊，可以通到山頂上去。你看這山上滿山遍野都是這種茶子樹。哎
按道理，他們山裡面的人到下午的时候应該要把山羊放出去啊。是的。但是现在都没看到主人的影子。我们在这上面也逗留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了。好了，那我们就回去吧。这条狗一直在这裡吼叫，防止它突然竄下來咬一口就麻煩大了。哎呀，我們剛剛都沒看到貓咪啊，竟然還有一隻貓咪闖進來。這是什麼貓啊？我們你知道這個品種嗎？哎呀，這小貓咪哦，貓咪還蠻可愛的喲。哎呀，它好像不怕生呢。喵喵，哇，哎呦，你看貓咪的動身手啊，行雲流水，對，非常的敏捷。是的，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翻山越嶺，才來到山頂上，找到了無人機，發現了這幾棟房屋。只不過啊，我們今天並不是很走運，沒有遇到這棟房屋的主人。我猜想，這棟房屋的主人很可能是一位獨守在山上的老人，他在山上搞養殖業。我們剛剛轉了幾圈，發現啊，他在山上養了一些雞，養了一些山羊，還養了一點狗。他在山上過着悠閒又自在的生活。我猜想，這位老人平時上下山應該是走我右手邊的這條道路，因為我們剛剛走了一下，發現這條道路的確比我們一開始上山的那條道路更加寬敞，更加好走，甚至可以走三輪車以及摩托車。我們現在也要原路返回了，天黑的還是比較早。下次有機會，我們再來山上拜訪這位獨守在山上的這位老人。那麼我們今天視頻就先給大家分享到這裡了，感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期視頻再見，拜拜。